大家好，这里是 Async Talk， 我是 Async Talk 主播安娜塔。Async Talk 是一档外部开发播客和视频节目。今天我想来聊一个可能听起来没有那么 fancy、没有那么先进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 Terminal UI。Terminal UI 其实发展非常久了，计算机一开始没有图形界面，我们都是通过 Terminal 来去和电脑进行交互的。Terminal 里边诞生了非常多有趣的项目，最开始的一些操作系统基本上都是通过 Terminal 来去做的。包括你怎么和文件交互，包括你去获取一些信息。最近可能20年，随着图形技术的发展，大家都会觉得说，我要用一个桌面系统。Terminal 的这样一个系统看起来它比较老、比较呆，它没办法去承载说一些丰富的画面，它的颜色其实也是很受限的。那是不是就代表着 TUI 是一个老登技术，它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技术，我们根本不需要再去 care 这样一个东西呢？首先说结论，就是它完完全全不是那样一个将死的技术，它发展没有70年，它依旧是一个非常的新，并且它依旧非常的有活力的一个项目。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几个点来去看 Terminal UI 的一些迭代和一些发展，其实并没有很停滞。像是我们其实大家比较熟知的 Warp， 它就是 Terminal 的一个模拟器，我们可以在 Terminal 里面去写东西。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是 block 的概念，就是我每输一次，比如说 ls， 那它返回过来的结果，那我们认为它是一个 block。我的意思是说，即使在今天2026年 ，TUI 的进步它依然是非常快的，它并没有说像我们很多过时的技术一样，根本就没有人再去维护了。包括目前其实比较火的一个叫 Ghosting， 它实现了非常多新的功能，包括像最新的 macOS 的 Liquid Glasses。我相信有很多软件其实它都没有跟上这个适配，但是一个非常老登、非常传统的 Terminal 它竟然去支持了，所以它其实可以侧面证明说 Terminal 它一点都不老，一点都不过时。那 TUI 有没有一些限制呢？当然它是有一些限制的，比如说它不能有弹框，至少说我们现在版本它是没有弹框的。弹框这一点它其实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系统级的一个推送，我确定是有的，因为当我们在和一些软件交互的时候，它可以通过右上角，目前也有一些 Python 的包，比如说 iNotify， 它可以去调用系统的 notification 来去发送一些推送，当然它不能有弹窗，所以这意味着你的 PM 再也没办法给你发需求说一定要有一个弹框让用户强制进某个页面，然后提升我们的 UV 和 PV 了。当然了 TUI 它依旧没有非常炫酷的颜色，它现在目前支持颜色应该是65535最大吧一个 True Color， 它不再像是之前的256的颜色了。当然，它依旧没有说像我们桌面系统可以做到非常丰富的颜色，但我认为这个颜色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完全足够的。那 TUI 的创新，我认为其实不是创新了，它是能发展到现在，它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点，就是语义化。因为就像我们知道的说，我们的 Terminal 它从进去到出来，它都是 text， 它是纯文本。尤其在我们这样的 AI 的时代，它可以更好的承载说这样语义化的内容。它可以更好的去和 LLM 交互，它可以更好的获取上下文。你像其他的一些界面，比如说网，它其实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来去做一个通用的 std in 和 out 的这样一个渠道，但是 CLI 它是有的。那你看像我们 MCP 的第1版，它其实也是通过 std in 和 out 来去实现的。我不认为说他们没办法去通过 HTTP 实现，而是说他们可能思考了很久。那第一个 MCP 版本，他们支持了 std in out， 他们没有去支持 HTTP 的接口的一个 in 和 out， 那我不认为说他们没办法支持，因为现在你招一个懂 HTTP 的人比招一个懂 Terminal 的人可简单太多了。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我认为原因可能还是标准的语义化的输入输出以及最基础的能力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一个东西。那 AI 时代其实看起来很多事情做得更快了，比如说你可以写代码更快，你去查资料可以更快，你获得一些信息也可以更快。但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说，它其实带来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你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你才可以做一些判断。那所以说，它就显得整个基础会特别的重要。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觉得大家可能都知道 grep 在一个大文本里边去查某一个字段，那你用 grep 这个命令。那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现代的命令，它都去支持了 RIP-wrap， 它是一个更现代、更加性能更好的一个版本。那如果不懂 TUI 其实是不可能去做一个 Cloud Code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因为它是一个 CLI First 的产品。CLI 它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的整个上下文的 context window 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它是安装在你的电脑，它可以拿到你完整的一个 code repo， 那它可以去调用你的系统命令，可以去拿到你当时的一些环境信息，
它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这都是你一个Web 应用没办法去承载的事情。所以 TUI 还是非常强大的，我只能说它绝对不是一个老登技术。那 AI 时代它的这个基础比较重要，它其实引申出来另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充满 AI 的时代，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放弃很多的东西？那比如就像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写代码几乎主要是通过 TypeScript 来写，那是不是就代表 JavaScript 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学了？那 JavaScript 的一些糟粕我们都可以不用知道了。在我看来，多数情况下我们确实可以不用知道，确实可以不用学，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些东西，尽量的去避免它。比如说像是 non-defined 的这样一个不同，我相信大家面试多多少少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那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不认为面试官应该这么问，但是说它不代表说我们不应该不知道。就像我们碰到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它可能原因就在这里。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图像识别，那其实现在大家碰到问题基本上就是拍张图丢给 OpenAI 或者说 CloudCode，它也不代表说我们可以不用知道一些图片的原理。那比如说一个非常简单的灰阶，我们拍一张照片，我们发给 OpenAI， 我们可以先进行一些预处理，把它给转成更小的格式，把它的颜色都去掉，它整个图片尺寸会更小，这样的话你的成本会省一些。这些我认为都是也非常实用、非常基础的一些能力。它不代表说我们在这个 AI 时代，我们就可以丢失到这些基础能力。同时也想告诉大家说，他们的 AI 绝对不是一个老掉牙的老技术，你其实应该花大精力来去学，它是整个软件开发的一个基础。它的难度以及它的可用性以及它的未来，我不认为会比 Web 更低。其实它让我想到了之前另外一件事情，就有一家非常大的公司，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其实已经提到了 Mobile First。我认为这个 Mobile First 这个策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他们实现 Mobile First 的一个形式是打压其他所有端。有一个非常大的电商网站，它在非常长的时间内，它竟然没有外部端。它不是因为说他们招不到外部，他们的外部技术在国内应该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梯队，他们能力非常的强，但是它就是没有外部端。我想说的是，某项技术的发展，它不会说因为某一个大公司他们的一些决策而导致说它不发展。那像外部活到现在，都说它要死20年了，它其实发展的还是挺不错的，一次次在推陈出新。那他们的 UI 其实也是这样的。他不会说因为一些大公司、一些看起来很有能力的人来去说这个东西老掉牙了，他就变得真的老掉牙，真的不行了。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好的，那今天我们 Async Talk 的节目就大概在这里。那如果你有任何观点，或者如果你有任何想聊的内容，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